We're banning all imports of Russian oil and gas and energy. Уже адаптировались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жить, согнув спину и подобострастно принимая все решения своего суверена. Россия в та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жал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и униж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жет. Рано или поздно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бы произойти.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西方对俄围堵持续延烧，从经济制裁扩大到能源脱钩，导致全球油气价格飙升又狂跌。俄总统普京不甘示弱，要求在年底前禁止特定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这一轮美俄能源博弈，美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场俄乌战争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区域性的地缘冲突的范畴，在能源的博弈又是如何一步步地展开的？作为一个在俄罗斯旅居了30年的华人，作为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的主席，我想用最近距离的所见所闻所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我在莫斯科的观察和思考。美总统拜登为稳定油价数度致电欧佩克成员国领袖，却屡吃闭门羹。沙特、阿联酋等国与俄关系微妙，为何拒绝听命美国石油增产诉求？欧洲对俄能源依赖深，明确拒绝随美对俄实施禁运。俄罗斯作为全球第2大能源出口国，美国是否有能力将其排除在全球能源市场之外？禁运令背后，美国又打着怎样的小算盘？金融制裁叠加对俄罗斯能源贸易的限制，让俄罗斯未来增长前景变得不可测。我是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学者张红，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心得，共同关注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悲欢离合。俄乌危机导致俄罗斯有色金属出口放缓，轮镍价格2天翻3倍创纪录。全球金属价格剧烈波动，将对下游芯片企业、车企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中国有色金属产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能否填补市场空缺？又应当如何有效防范美欧围堵狙击？近期由于俄乌冲突，国际油气价格大幅度波动，那么油气它既与能源供需相关，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呢，作为一个长期研究能源经济、能源政策的学者，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分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底下，它的油气价格波动的它背后的供需博弈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自2月24号俄乌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码，甚至连俄罗斯的猫和狗都上了制裁名单。那就在上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对俄罗斯的能源实施禁运。那这一招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大地震。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全球第2大石油出口国，第1大天然气出口国。在欧洲，目前暖气还是必需品，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是民生命脉。那美俄这一轮博弈的背后，有多少利益纠葛在暗流涌动？当前的全球经济秩序又是否扛得住战火纷飞和能源博弈的双重考验呢？我们一起来洞察关键。We're banning all imports of Russian oil and gas and energy. 当地时间3月8号，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原油和某些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同日，英国也宣布将在2022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根据声明，这一举措将使俄罗斯受到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对全球能源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去年年底开始，随着俄乌局势不断升温，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涨，本来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大利好。截至今年2月，俄罗斯已经坐拥超过6300亿美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拜登宣称，美国仍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是制裁的一大漏洞。此次的行政令打击的目标是俄罗斯经济的主动脉。
其实，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放出对俄能源制裁是希望盟友以及其他国家效仿，因为美从俄进口的相关物资实在是屈指可数。据统计，2021年12月，美国每天自俄罗斯进口9万桶原油，与伊拉克的22.3万桶、沙特的47.2万桶和墨西哥的49.9万桶相比，这个数量相形见绌，大约只需50台钻油机就能替代。去年12月，俄罗斯每天仅向美国出口相当于40.5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占美国原油和产品进口总额不到5%。而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国已经多年没有从俄进口过液化天然气，去年从俄进口煤炭也不足30万吨。美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更多的是一种放狠话。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实际上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是很有限的，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是比较弱的。然而，美国的这一禁令却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恐慌。上月末已经破百的国际油价再次顶破天花板。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8号上涨3.6%，收于每桶123.7美元。5月交货的英国布伦特油价一度飙升至接近每桶140美元，创200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位。国际能源署立刻公布各成员国的石油储备释放情况，共释放6270万桶石油储备，但依然难阻油价高烧之势。油价的飙升也导致了美国通货膨胀严重。2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幅达到7.9%，创40年新高。彭博社预计，如果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20美元以上水平，到4月，美国通胀率或将升至9%。据美联社等外媒14号报道，美国普通等级汽油平均价格在过去2周内飙升了79美分，上涨了22%，达到创纪录每加仑4.43美元，创14年来新高。近期就有一名美国黑人小哥喊话控诉拜登，因为油价太贵，他今天没吃上饭，也开不了车，只能靠走路。Eat, Joe. Joe, I didn't eat today, Joe. You know why, Joe? You want to know why? The gas, Joe. I got a car. I got a car, Joe. Look at me, Joe. Joe, my feet is on land.更重要的是，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如果通货膨胀这样的重要经济指标表现糟糕，民主党很可能同时失去参众两院。为了抵消制裁给国内带来的影响，拜登甚至还提前给民众打预防针，说随着对俄能源禁令的出台，美国汽油价格将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但他誓言要尽一切努力，把美国国内能源的涨价幅度降至最低。其实，在赵宏图看来，尽管油价持续上涨，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也不会达到上世纪70年代2次石油危机的程度。因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及能源形势明显不同于2次石油危机时的情况，也不同于2008年上半年，而俄罗斯自己应该也不会主动减少石油出口。不过，除美英之外，已经有其他国家的炼油企业因担心俄罗斯石油断供，转而寻求从中东进口石油。就总体上，我感觉就是油价上涨嘛，或者说油价进入第3个100美元时代，更多的是俄乌冲突这种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恐慌造成的。比如说最近的一些事件，在3月14号的时候吧，就美国要解除委内瑞拉石油制裁及俄乌谈判有进展，这样2则消息出来之后，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在3月14号的盘中曾跌破100美元，天然气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布两油价格在每桶100元美元上方持续了约半个月时间。这一周，国际油价持续出现回落，从近期价格高位下跌超过20%，技术上已经进入熊市区域。而推动这一轮跌势的最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意识到欧洲国家尚不能完全与俄罗斯石油脱钩，国际油价的波动逐渐回归理性。除了能源博弈这个战场，美欧还挥舞经济大棒。美欧切断一些俄罗斯银行接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结算系统，对俄罗斯金融体系断网。此外，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对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进行直接冻结。
2月24号，美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金融制裁。俄罗斯2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位列其中，对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名下持有的美元账户进行冻结。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没有任何机会转移资产。美国的这一系列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的金融系统产生巨大影响。3月初，俄罗斯储蓄银行宣布决定退出欧洲市场。上周有消息传出，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也因为制裁重创营运，正准备关闭其欧洲业务。当发现一个国家处于被攻击、被围攻的时候，那么很多资本和资产的力量会趁虚而入，趁势而上。他用抄底的方式来把你的整个盘拖住，然后反过来再在国际市场上加以包装、加以出售，来用这种方法重新掠夺俄罗斯的资产和企业的技术，以及所有包括它的未来能源和科技的领域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俄罗斯呢已经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它的某些企业的股票和它的企业的资产的这个保全和各方面是有做了一定的防火墙，但是能否完全挡住国际资本大鳄的反复撕咬，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生死考验。当地时间3月11号，拜登再次加码经济制裁，宣布重点包括将与7国集团及欧盟成员一道取消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此外，还禁止从俄进口海产品、伏特加、钻石等产品，禁止向俄出口高级手表、服装等奢侈品，把美国对俄罗斯禁止投资领域扩展到能源产业以外等。据报道，当俄罗斯被 WTO 成员取消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后，其出口品就必须缴交非 WTO 成员关税，而两者差额巨大，很可能会减少俄罗斯出口。但也有分析认为，在多年的制裁下，俄罗斯早有准备。2015年底，俄罗斯就推出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战略。俄罗斯最近几十年被西方制裁已经超过5600次，几乎每天都有制裁，连俄罗斯自己都想象不出他还什么可制裁的。但是西方还在不遗余力的在各个领域上想把这个俄罗斯呢，这个完全彻底的打趴下、打垮。我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讲，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西方目前所制裁的，尽管是在科技各种方面，包括能源，但是最核心的还是打它的金融行业。如果俄罗斯的金融市场没有能够坚持住的话，或者是处于崩溃一泻千里的话，那么很可能俄罗斯的经济会真正出现一蹶不振。不过，对俄制裁反过来也对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威廉·赖因施表示，美俄直接贸易量有限，对俄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对俄影响有限，却导致依赖俄原材料的美国生产商面临成本上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美国一些俄式餐厅店主和酒类进口商的话说，俄罗斯伏特加比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品质高、价格低。拜登政府禁止进口俄罗斯伏特加，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花更多的钱喝更差的酒。对于美对俄施加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实践证明，制裁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不仅造成经济上双输或多输的局面，还会干扰影响政治解决的进程。все решения своего суверена. Россия в та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жал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и униж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жет. 事实上，面对美国的制裁，俄罗斯从没有退让。在主要银行被剔除 SWIFT 金融交易体系、冻结外汇和禁运能源等制裁之后，强硬公布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还拟出台针对西方个人的报复性制裁名单，冻结了西方参与制裁企业在俄罗斯的资产，在对等的基础上对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性制裁，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正面硬刚。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的制裁对于西方来讲是有效果的。第一，会打疼的；第二，会让西方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民众
通过这些反制裁，进一步反省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许能够扭转局势，往好的方面发展。Our economy is much stronger now than in 2014, and our people now have some reserves of money, of food, and of patience. I don't see any effect of the sanctions in my daily life. There is everything in the shops, and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prices. So I went to the gas station to fill up my car. Same price, no queues. It took me 5 minutes to do all the manipulations. Life is tolerable. It didn't change much. 3月1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已对美国总统拜登实行个人制裁。俄罗斯外交部称，对美国总统实行的个人制裁是对俄罗斯官员制裁的回应。此次制裁，美方13人被禁止入境，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白宫发言人真普萨基以及其他高官。有媒体注意到，白宫发布的制裁俄罗斯的能源简报中是没有提及俄罗斯的油的。那现在啊，美国的核电站的油啊，它是有一半是从俄罗斯进口的。那请教一下张先生哈，我们怎么看待美国这种给自己留一手的行为？美国外交一直向来喜欢这种双标，对自己有利的肯定是要实施这样一种所谓的有所保留，对自己没有所谓的啊，他肯定会在外交上或者是在经济制裁上做得非常远，走得很下手比较狠。事实上呢，由于美俄贸易关系相对较弱，每年的贸易额只有400亿到500亿美元，因此呢，美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可以说站得最高，而且下手最狠。俄罗斯方面也做出反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8号签署了总统令，要求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禁止特定种类的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这个总统令有什么样的意涵？它的影响力能有多大？首先应该看到，这次俄乌冲突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不仅仅是供需平衡的这样一种失衡，而且呢，我们认为价格体系也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呢，俄罗斯限制粮食和糖类的这种出口，实际上一方面要有稳定国内物价的这样一种考量，特别是俄罗斯现在在制裁的这种背景下，老百姓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也要看到，限制粮食和糖的出口，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反制西方制裁的一种手段。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因为冲突啊，他们都可能退出2022年到2023年的这样一个国际粮食市场。那这样对国际粮食市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两国加在一起的这个粮食出口量占世界粮食市场的大约份额的30%。那如果通过这个限制出口，实际上呢，也让西方这个自己尝尝制裁的所谓的这样一些苦头。可以说，制裁与反制裁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之中擅长使用的一种手段。那除了能源禁运啊，美国对俄罗斯的主要打击手段那就是经济制裁了。美欧将俄部分银行踢出了 SWIFT。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也冻结了俄罗斯海外资产，而且还取消了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那这一系列的制裁行为啊，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林先生，对 SWIFT 开始制裁的话，那这个制裁应该是比较大、比较实质性的制裁了。所以呢，我觉得 SWIFT 制裁呢，导致俄罗斯目前的国内的这个汇率也好，股市也好，它应该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种全方位的制裁呢，主要是使得俄罗斯呢在经济上呢，它就比较难以招架。尽管说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也就是说它不缺资源，但是其他呢这个整体的贸易呢受的打击还是会比较大。从现在看到的新闻来看，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了冲击，这个卢布的汇率创下了新低，大量外资企业也在撤出。那请教一下李先生啊，您现在人在莫斯科，那目前俄罗斯民众对这个经济封锁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大家的心态又如何？据我的观察，近距离的观察，因为我周围都是俄罗斯人，
所以他们对这个反应2个字：淡定。我觉得美国他是不太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他以为用这种核弹级的超压力的这种制裁，造成了俄罗斯老百姓的恐慌，造成了老百姓的生活的困难，然后就会导致他们这些人对政府的不满。但是据我在俄罗斯30年吧，跟俄罗斯人打交道，不管是一些高官也好啊，还是一些这个老百姓也好啊，他们对这个制裁似乎已经有了抗体。为什么有抗体呢？因为这种制裁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所以俄罗斯很早很早就在宣传，就是说我们恐怕要再过上几年的苦日子。第二，大量的外国企业撤出俄罗斯，俄罗斯人表现的也就无所谓，他还没有打疼俄罗斯的真正的90%以上的老百姓，大家伙呢都是有心理上、物质上都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美国希望拉自己的盟友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但是欧盟多国已经表态不支持对俄的能源制裁。与此同时，拜登还希望海湾产油大国增加石油产量，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剩余的石油输出渠道。不过，沙特和阿联酋的领袖近几周都拒接了美国总统拜登的电话，反而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对抗升级，价格飙升，经济成本大涨，那谁来买单呢？美方对俄采取的能源制裁究竟能否如愿？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洞察关键。油价飙升，促使美方急于修补与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2大主要产油国能够额外提供数百万桶石油，有助于稳定油价。不过，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与这2个中东传统盟国关系似乎正在走下坡路。比如说，拜登上台后，美政府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未给予沙特足够的支持；在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时，也未能足够考虑到沙特和阿联酋的意愿。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8号的报道显示，沙特和阿联酋王储拒绝了与拜登通电话后，但却接听了俄总统普京的来电。报道还指，沙特和阿联酋已经拒绝了增加产油量，强调会坚持执行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由俄罗斯领导的 OPEC+ 之间通过的产油计划。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仍在试图淡化拜登被冷落的事实，声称美方与海湾国家一直都有定期交谈，还强调说美国正与海湾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合作。海湾国家这次拒绝跟拜登通电话，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海湾这些国家，沙特和阿联酋都是产油国，然后呢，美国是石油消费国，就产油国跟石油消费国，它的利益是冲突的。产油国是希望油价高，就油价高一点对它比较有利。最近油价比较高，产油国其实是很高兴的。但是石油的消费国呢，他希望油价低，所以美国要把油价给弄下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利益是冲突的。恰恰呢，他们跟俄罗斯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俄罗斯也是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上利益跟俄罗斯一致，跟美国是冲突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跟阿联酋最近都对美国心里面有气，所以沙特跟阿联酋现在拒绝跟拜登通电话，也是给美国总统施加一定的压力，希望他改变对沙特和阿联酋的政策。在与沙特和阿联酋沟通未果的同时，美国找上了他们在南美洲的死对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时间3月5号，白宫拉美事务高级顾问胡安·冈萨雷斯率团罕见访问委内瑞拉，并获得了马杜罗和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戈斯的接见。这也是自2019年2国断交后，美国向委内瑞拉派出的最高级别代表团。美国代表团周末与委内瑞拉政府讨论了美国几年前实施的能源制裁，并讨论了在委内瑞拉被监禁的美国公民的情况，其中涉及6名来自美国石油公司 CIGO 的管理成员。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有可能在禁止俄罗斯原油进口后，解除对委内瑞拉原油制裁，以增加原油供应。而美国石油生产商雪佛龙正准备接管其在委内瑞拉的合资企业的运营控制权。委内瑞拉常规石油可开采储量位居西半球第1，在世界排名第5。在美国官员出访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采取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低调地为俄罗斯寡头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发布了一项通用许可证，允许他从事某些原本被禁止的交易。乌斯马诺夫恰好是委内瑞拉能源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选择放过乌斯马诺夫掌控的少数实体，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委内瑞拉方面的会谈。其实，中东国家为何不愿听美国的，也不得不提他们与俄罗斯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3月1号，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在与俄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阿联酋呼吁以一种保障各方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方式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能源合作问题。此前，联合国安理会上，阿联酋对美国起草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令其西方盟友颇为意外。这意味着美国的中东盟友之一声明对当前俄乌争端保持中立。实际上，阿联酋近些年来与俄罗斯关系也正在变得紧密。2013年至2018年，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至少6次访问莫斯科。普京2019年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时，这座城市用俄罗斯国旗的颜色点亮了地标，并将警车重新骑上俄罗斯的旗帜和斯拉夫字母，还用俄罗斯的国旗颜色进行了飞行表演。就是在这次访问中，阿布扎比王储称俄罗斯是他的第2故乡。俄阿两国敲定了价值13亿美元的能源和技术交易。当地媒体称，这是双方特殊关系的开始。阿联酋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不多，但自1997年以来增长了10倍。此外，阿联酋严重依赖俄罗斯游客。数据显示，2021年，俄罗斯从前一年的第8位上升为迪拜旅游业的第2大客源市场。两国关系也超越了能源和贸易。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俄罗斯去年是阿联酋最大的小麦供应国，约占50%的市场份额。华盛顿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伦·杨称，海湾国家的决策者们常说，当你和普京握手时，你知道他会信守诺言。在海湾地区，这种确定性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对美国的失望在于，当政府更替时，政策就会改变。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跟油价有关，因为现在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玩家了，所以生产石油的国家组成了欧佩克加的那个国家主要就是俄罗斯，所以他们来共同协调油价，来确保国际油价对石油的生产国有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年美国在中东搞中东战略收缩，就是美国要慢慢的从中东撤出它一部分的力量，就把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到亚太。在中东呢，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本来都是美国的盟国，他们是靠美国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的，所以他们看到现在美国在中东三心二意了，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了，所以他就想在别的地方找一些大国来填补美国留下来的空白，以免把鸡蛋都搁到一个篮子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就成了他们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指挥棒挥舞起来后，最先随美起舞的还是英国。英国在美宣布对俄禁令后，也随即紧跟，表态在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对此，英国网友一片哀叹，英国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要打肿脸充胖子。3月10号，英国政府宣布对包括阿布拉莫维奇在内的7名俄罗斯富豪在英的资产进行冻结，其中阿布拉莫维奇的资产净值估计为94亿英镑。身为俄罗斯人的阿布，在英国以切尔西俱乐部老板而闻名。切尔西俱乐部成立于1905年，2003年被阿布收购。在此前的98年里，蓝军债务缠身，前景蒙尘，难称豪门。2003年7月16号，阿布买下了深陷债务泥潭的切尔西，即便当时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紧张。
近20年，阿布除了购买俱乐部所花费的1.3亿英镑之外，他还花费了超30亿英镑来购买球员和支付教练解约金。切尔西至今总计拖欠阿布15亿英镑的债务，但他并没有要求偿还。如今，这支蓝军军团彻底改变了欧洲职业足球的面貌，让切尔西正式成为名载欧洲史册的豪门贵族。实际上，在靴子落地之前，阿布有过快速反应。首先想将俱乐部交给切尔西慈善基金会托管运营，但这一尝试很快宣告失败。随即，阿布宣布出售切尔西俱乐部，并且引来包括美国、瑞士、土耳其、英国等多家财团机构的商谈。不过，现在受到冻结资产的影响，切尔西出售被冻结，停止球员转会和续约。阿布要出售切尔西，收益也不能归阿布。目前，切尔西俱乐部不能出售球票，还要关闭线上及线下球迷商店。终极目标就是不能让切尔西老板阿布从俱乐部获益。现在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对俄能源禁运的反应都是不一。那除了英国表示要跟随美国禁运石油之外，欧盟各个国家的态度都十分谨慎。那请教一下张先生，这种分歧它说明了什么？俄罗斯和欧洲的能源利益捆绑到底有多深？首先应该看到整个欧洲市场与这个俄罗斯他们在经济上长期形成了一种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欧洲市场的25%的石油来自于俄罗斯，而37%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可以说呢，离开了俄罗斯的能源，欧洲可能就要挨冻，欧洲的经济就有可能严重的受到影响和冲击。因此，他们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自己能不能承受的问题，对俄罗斯搞一些制裁。但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表态甚至是一种外交立场的一种展示。但是真正要过日子还是要考虑到国内的这样一种民生问题，以及欧洲未来经济发展。法德在这个一方面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他们还主张与俄罗斯对话。一方面欧盟有一种这个要去批评制裁俄罗斯这样一种立场，但他们也同时承认欧洲的和平、欧洲的发展、安全都离不开俄罗斯的这样一种配合。近期，美国正使出浑身解数，展开一场天然气外交，尝试让欧洲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那请教一下林先生，美国这样做，它的算盘是什么？美国的页岩油气前1-2年由于受到这个疫情也好需求比较低迷也好受到影响非常大。到目前这高油气价格呢，是还可能呢那个更加大幅度的增长，因为这利润确实非常好。另外一个呢，美国凭借着那个页岩油气的大幅度增长，它基本上目前是处于能源独立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状况。它现在从进口国变成是出口国了。如果美国呢那个油气今后如果能够更大幅度增长，部分取代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呢，它今后在地缘政治上就更加有话语权。还有呢，那个更加可以引导地缘政治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这回呢，假定说俄罗斯跟欧盟在油气上会比较长时间脱钩的话，那么美国是有可能成功的，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替代的一个选项它是可以进入欧洲市场的。我们知道，石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30%。那多国在中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也因此引发了数场战争。那么这一次俄乌冲突背后是不是也存在这些能源博弈的草蛇灰线？那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次的俄乌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长期这个能源之战的一次总爆发。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地域问题历史问题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当时要想控制欧洲，使自己的能源天然气来进入欧洲，占更多的份比和份额，它首先要控制乌克兰，因为乌克兰那条线呢是向欧洲输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线。那么他在成功的搞了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后，这样他可以把乌克兰的牢牢抓在手里。也就是说呢，如果乌克兰这条线不同意往欧洲输气，
的话，俄罗斯的天然气就无法通过这个条线到了这个，所以才有了俄罗斯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共同修建的北溪2号。北溪2号就变成了这个谁呢？变成了美国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把它破坏掉。我觉得这次美国呢是成功的，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这个北溪2号呢，就是这个停了啊。那么战争呢，达到了美俄博弈美国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美国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掐断俄罗斯对于欧洲的能源供应。俄乌冲突以来，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共振。美方的放肆制裁不仅导致股市暴跌、油价疯涨、粮价攀升，而其中有色金属也卷入其中，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紊乱。那其中小众有色金属镍就成为了风暴的中心。3月7号、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镍价接连超异动，致使伦敦的镍期货交易停牌。而尽管采取了特殊的手段，那镍价的异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也尚未看到终点。而这将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3月7号，伦镍从$29,770每吨提升至$55,000每吨，盘中最大涨幅超90%。第二天攀升势头不减，从6万直线飙升至10万美元每吨。随后，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在伦敦时间早上8点15分起暂停镍交易，伦镍价位最终定格在8万美元每吨，单日涨幅一度扩大至103%，创历史新高。由于2007年5月以来，伦镍的最高点才5.18万美元每吨，因此舆论纷纷认为这一天注定载入期货史册，并成为期货交易史上的经典案例。不过，伦镍合约已从伦敦时间3月16号早上8点开始恢复交易，并设定每日价格波幅上限为15%，但触及价格限制不会自动暂停交易。在期货市场上，拥有大量现货的企业通常会采用做空来保护现货的价格。有消息称，世界上最大的镍生产企业、世界500强中国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镍品种上做空套保。在期货市场中，做多的一方将镍价不断抬高，从而逼使做空的一方平仓，这或将使后者损失几百亿，甚至直接破产。因此，镍价暴涨时的青山控股集团可能存在巨亏的风险。这场疑似逼空事件有多个蹊跷之处，舆论质疑有人为的因素。据中国证券报称，即便在伦镍库存供应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单日出现如此巨大的涨幅，也很难从供需角度去解释，背后或存在逼仓因素。市场传言称，青山控股集团持20万吨镍期货合约空单，由于俄镍被踢出交易所无法交割，青山控股集团即使被称为世界镍王，也可能交不出现货。3月8号，普京就签署一项在对外经济活动领域采取特殊措施的总统令，要求在今年12月31号前禁止特定种类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相关食品和原料清单将由俄政府确定。其实，俄罗斯的镍资源并非国际市场大头，俄镍出口被关闭，影响并不大。市场猜测，或许有欧美商品期货巨头想趁机逼仓中国的青山控股，要其在印尼镍矿的60%的股权。曾有传闻称，这个猎杀者就是总部设于瑞士巴尔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巨头世界500强企业佳能可。印尼是全球镍储备量最多的国家，印尼的红土镍矿储量就占到全球总储量的18.7%。青山控股拿下的矿山每年镍产量为30万吨，几乎是中国年镍产量的一半，占全球年镍产量的12%，生产能力居全球矿业企业之首。不过，佳能可已在3月8号予以否认，表示要青山集团印尼镍矿60%股权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而青山集团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则回应，青山是一家优秀的中国企业，目前仓位和经营都没有问题。3月15号，青山控股集团发布声明称，青山控股集团已经与由期货银行债权人组成的银团达成了一项静默协议。在静默期内，各参团期货银行同意不对青山的持仓进行平仓，或对已有持仓要求增加保证金。
作为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山控股集团应随着异常市场条件的消除，以合理有序的方式减少其现有持仓。不过，此次事件也折射出了市场对镍资源争夺的一面。近些年，美国也提升了镍资源的战略地位。2022年2月22号，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美国关键矿物清单，新清单包含了50种单独的矿产品，新添加了镍和锌，去除了氦、钾、锾、锶。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报告，2021年镍的产能主要以印尼、菲律宾和俄罗斯为主。2021年，俄罗斯镍矿产量2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3%，是世界第3大镍生产国。同时，俄罗斯镍矿储量位居全球第5，镍板出口量则位居全球第1。因此，受俄乌局势影响，俄罗斯镍生产及运输受限，俄罗斯有约15万吨的量无法供应市场。摩根士丹利估计，镍价飞涨可能导致一辆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增加1000美元。巴伦周刊3月8号的一篇文章指出，仅镍价就可能对特斯拉的毛利率造成2%的不利影响。3月10号，特斯拉涨价消息再度传出，有特斯拉销售人员对媒体表示，特斯拉因为原材料的问题涨价了，现在在国内订购特斯拉最迟要到今年8月才能交付。目前 Model 3高性能版、Model Y 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均涨价1万元。多名业内人士向媒体表示，除了因油价带动特斯拉在欧洲的需求量以外，特斯拉此次涨价与原材料镍、氖气的供应都有关。实际上，由于俄乌局势影响，除了金属镍，全球钯、锑、钒、铂、钛、铝、铜、镁等有色金属的供给都存在潜在风险。据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业90%以上的半导体及氖气供应来自乌克兰，而在全球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0%。美国还有35%以上的钯元素来自俄罗斯。钯主要用于传感器和存储器制造，并作为一些封装技术的电镀材料。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钯的生产商。俄罗斯金属钯储量大约是全球金属钯储量的40%。俄罗斯金属钯生产一旦限制，国际市场上很有可能会出现金属钯供不应求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在有色金属产业综合实力也显著增强，但在过去多年，中国也曾受到美国的狙击。比如说，作为工业维生素的稀土元素，其在国防军事、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制造和电子产业发挥重要而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稀土供应量约占世界总需求的97%，这令美国颇为警惕。因此，美国希望尽快建立一整套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包括开采、分离、后氧化复合处理等在内的完整的稀土产业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甚至渲染中国将稀土视为贸易筹码，进行稀土外交。为对抗中国，美日印澳正组建稀土联盟。去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政府对稀土等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而澳大利亚也在伺机而动，启动了一个关键的矿产促进项目办公室，旨在为开采稀土和建立下游加工项目提供资金，还和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以及韩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外，美日印澳预计还将起草相关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国际能源署打算制定规则，阻止所谓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我们的话语权一定要建立在3点上：加强研发是核心，也就是提高我们的研发能力，我们的话语权就高。第二，我们一定要加强开采能力，开采能力强，也就是我们的战略储备高，那么就会具有很大的市场的拥有能量和影响力。因为话语权来源于你的影响力。而第3点就是我们的资金的雄厚，只要有雄厚的资金的话，我想在国际市场上还是谁钱多谁说话会有效。那么在制定规则方面，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我们的规则不能等别人定了，我们再跟定或者再跟着改，那是非常困难。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整体有色金属供给中是占着重要的位置。那近期除了镍期货的价格之外，包括铝、铜等等有色金属的价格也发生了剧烈波动。那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在有色金属出口方面有着怎样的优势？首先看到俄罗斯在有色金属和个别的稀有金属的这个
供给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特别是西方有可能出台限制购买俄罗斯这个商品的这样一种政治决定，可能会使得市场一定时期会有一种短期的非理性的一种波动。制裁才是影响市场的最大的因素，而不是战争。众所周知，中国是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也是最大的稀土出口国。那此前呢，美国曾经拉拢日、印、澳等等国家，试图重建产业链，来抵消中国稀土产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一次，美国会不会利用相似的手段来对付俄罗斯呢？那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值得警惕的地方？林先生，就是说，假定说，如果双方不互相信任的话，那你肯定不愿意把这种比较关键性的资源放在某一方的手里。所以今后呢，自己呢，把自己产业链呢建起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个大趋势。包括我刚才讲的说，欧盟已经有计划要脱离俄罗斯的油气。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无论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收场，欧盟的这个就是想尽可能离开俄罗斯油气的这个打算已经在那了，而且今后可能会抓紧时间进行。最近有观察指出，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经济制裁双重打击，标志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倒退了一大步。美国为首的西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呢？那这对于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长时期的制裁，而且这个制裁是有效的话，这供应格局是会改变的，因为你必须有国家来弥补俄罗斯的这个缺口这个供给的缺口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俄乌冲突以后呢，整个大宗商品的市场是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说生产方、需求方呢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俄国的一家钢铁厂由于天然气价格太高，导致电价太高，所以停产了。那么这个它停产会影响下游，所以呢，这个对整个产业链除了说从产业链的最上游往最下游走，它是会影响的。那么呢，油气价格也好，大宗商品价格也好，最终都会影响通货膨胀，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